今天是我穿越羌塘的第10天了。昨天晚上骑行到了10点半，在公路边上的一片空地上搭帐篷。现在已经是上午的10点半了，准备收拾东西继续出发。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好，有一点雾蒙蒙的。再往前面骑行40公里左右，就到新疆的地界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已经能看到黑石北湖。黑石北湖往上走一点呢，就到了新疆。最近这几天都没有信号，所以呢每天都睡得比较早。昨天晚上风刮得特别的大，我的弟弟和风绳都扎得非常的牢固。前面翻越大桥，下面不远处呢就是黑石北湖。216国道，2298公里处，这里的有一桶没有开封的矿泉水，4.5升的，应该是过往的司机留给我们骑行的。昨天那个朋友送了好多安慕希给我，还有一个，我给他放在这里，要是有骑友路过可以拿去。继续出发吧，还有30多公里就到新疆的边境了。跑过来了一只黄羊，它怎么不怕人呢？看犄角的话，应该这个羊很小。气温越来越热，属于西藏的夏天也终于到了。下面的河水呢都是雪山融水。这边一条过去呢，都是昆仑山山脉，山顶上的雪山已经开始消融了，可能再等上1个月，下面的水流的量应该会很大。翻过这座雪山，雪山的背后好像就是新疆了。雪山的另一边呢，就是沙漠，这边呢就是高原、湖泊，水量非常的充足。继续出发。今天呢已经骑了30公里了，按道理来说，还有10公里左右，我就应该能到新疆的边境了。不过现在连黑石北湖都没看到，可能是那个攻略有点问题，或者说是我自己看错了。要先经过黑石北湖之后呢，再翻越雪山才能到新疆的界碑去。骑行羌塘今天是第10天了，已经有差不多6天左右吧，没有信号。没有信号的日子怎么形容呢？就是每天睡得很早，起得又很早，生活作息也规律了，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计划是在民婚县休息3天左右，然后呢在县城里面把身份证的手续办好。接下来呢就前往塔沙古道，时间上还是比较赶的，到县里面呢也不会做过多的一个停留。这就是黑石北湖的黑石，特别大的一片，但是呢并没有看到湖泊，可能还在前面吧。这些石头的表面有无数个细小的孔，有点像是蜂窝状，特别大的一片。
从这里延伸到那边。远处呢还有雪山、黑石，相信用不了几年，这个地方应该会成为一个打卡地。部分的狼群和棕熊，它们就可能生活在这种黑石里面，在这里面的水源是比较好储存的，而且呢几乎都是淡水。在这个黑石里面有很多不知名动物的粪便，可能是棕熊的，也有可能是藏野驴的。这个地方呢，距离新疆和田的民丰县只有200多公里。G216羌塘公路无人区，这条公路呢是2022年12月底开通的一条新的线路，所以呢里面的很多设施还没有建设起来，可能再用个几年吧，这地方说不定就要被圈起来收费了。这里就是黑石北湖，海拔是5048米。湖的表面上呢产生了一层浓浓的水雾，让周围的温度瞬间降低了10多度左右。现在的风速大概有8级到10级左右吧。现在的温度应该到了零下7、8度左右，太阳都已经被水雾给笼罩住了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该去什么地方露营。这阵风呢就是从湖的对岸吹过来的，那边呢有一座山，翻过山之后呢就到新疆了。今天应该是到不了了，今天的状态不是很好，天气也不怎么样，所以呢今天才骑了60几公里。今天的风实在是太大了，在路边上找到了一个圆形的桥洞，在这个洞里面好像一点风都没有，下面呢是细软的沙子，也没有什么生活垃圾，除那个地方有一点以外。开始做饭了，还有一点点面条。今天晚上呢就随便吃一点。本来说去那个桥洞里面住的，但是里面帐篷也搭不下。如果说只铺一个防潮布在里面睡觉的话，第二天很容易失温的。所以呢我还是选择在外面搭帐篷，地钉、风绳都绑得非常牢固，又搬了很多石头过来。今天晚上就不折腾了，我感觉有点感冒了。煮个面条，吃饭了，切了几片腊肉。这种环境下得多吃点肥肉，补充自己的热量。现在这个手机有没有信号我都无所谓了，我只希望我的充电宝有电，能够多拍点视频分享给大家。现在这台相机只有23%的电，另外一台相机还有30%几的电吧。明天一定要到那个库亚克服务区才行。要是再到不了，可能这个穿越路线的视频就不完整了。面条只剩下1点了，随便吃点吧，我今天太累了。